大家好，我是透视中国首席研究员 Don。今天我想跟大家谈的时事解读话题是：美国大选不止舞弊，而是一场看不见的战争。这个话题将分成3部分谈：一、美国大选系统舞弊等于政变；二、一场看不见的战争；三、世界秩序将发生彻底变化。首先感谢大家对我们透视中国的支持，感谢在影片下面留言支持的朋友。我将近1个月没有做时事解读这个栏目的节目了，所以这期节目就会长一点。不过大家看完后应该不会失望的。大家可能留意到，现在左派社交媒体都在搞封锁，甚至删掉反共保守派媒体的频道。这种趋势我们一早就预计到了，所以在今年5月就建立了自己的直播平台。大家如果不想跟我们失去联系而及时看到节目的提醒，一是可以去直播平台注册，不一定要充值，每次我们有新节目就会发邮件通知；二是加入我们的 Telegram 频道，当我们有节目出来的时候也会通知的。那些喜欢我们节目还没有关注的朋友，就请记得订阅和按影片右上角的小铃铛，打开提醒功能。看完节目后请点赞、转发和留言支持我们。这期节目的文字版会放在直播平台，媒体朋友如果想要引用就请注明出处。现在我们讲回正题。第一部分，美国大选系统性舞弊等于政变。这次美国大选出现系统性的舞弊，不仅震惊了美国的民众，也震惊了全世界相信美国宪政制度的人。在这20多天，我们看到大量的舞弊证据和信息通过社交媒体和传统的保守派媒体公之于众。其中有数学专家通过分析密西根州的选举数据，证明存在着人为造假的数据。也有选举舞弊专家提交誓词，指出密西根州的选举结果在物理上和统计上是不可能的。还有网络安全专家追踪到涉嫌舞弊的计票公司 Dominion 的子域名可追溯到中国福建泉州市的数据中心。11月19号，川普团队召开的记者会披露了更多的信息。11月25号，宾夕法尼亚州的议会召开了选举听证会，很多证人包括民主党人都出来指证舞弊存在。川普的私人律师朱利安在听证会上说，有3名参与作弊的人愿意出来作证。那么之前朱利安也曾说有上千人宣誓作证。那么根据美国的法律，在宣誓下作假证供是联邦罪行，最高可判监5年的。其实我们用常识就可以判断，如果民主党没有搞舞弊，拜登就不用硬是要提早宣布当选，完全可以等法院裁决。那么左派主流媒体就不应该屏蔽有关的舞弊信息，应该去挖掘真相，还民主党一个清白。现在左派只是靠恐吓制造颠倒黑白的舆论逼川普要认输，显而易见，这是一场有预谋的系统性的大规模舞弊，并且可能有中国在内的外国势力参与。在美国大选前几个月，就有不少朋友在 Telegram 群组上呢，就让我去预测一下美国大选的结果，看看川普能不能连任。当时我的回复是，川普连任是有惊无险，但是一定会当选的，只是看民主党能玩多大玩多久。那么我们从美国大选这20多天的反转的剧情看呢，川普真是有惊无险。我预料到民主党一定会有作弊，但是没有想到这股黑暗势力会如此肆无忌惮、明目张胆的作弊。我在这里也要先声明一下，我不是指民主党所有的民主党人，是指那些参与操纵选举的黑暗势力，他们一定是很少数的一部分人而已。我在社交媒体上看到有人这样形容这场选举，他说神用手把太阳挡住了，那些妖魔鬼怪以为黑暗来临，就纷纷从沼泽中爬出来。我觉得他形容得很准确。大家想想，当神把手拿开时，那些妖魔鬼怪不就全部曝光在光天化日之下了吗？最近大家应该可以看到，有很多认为川普输定的政客、商人、反共人士和自媒体纷纷重新站队支持拜登，露出了他们的真面目。所以川普真能连任的话，这将是全世界的黑天鹅事件，会引起世界的动荡，中共政权也会受到冲击的。大家如果想知道明年中共政权是否会倒台，
就请来参加12月19号我们透视中国办的2021年中国展望直播演讲会，详细介绍的链接在影片下面的说明那里。让我们再看一下民主党在这次美国大选中的舞弊套路，用常识就可以判断，这绝不是第一次。从舞弊的规模和统一行动看，这是一场有预谋的不流血政变。民主党的政变图谋很明显跟他们输掉2016年美国总统选举有关的。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2016年民主党也有系统性的操纵选举，只是人算不如天算，支持川普的选票超过了造假的预设范围，以致希拉里因为造假的准备不足意外的败选。正因为民主党可以操纵选举，所以希拉里认为他一定会赢，这样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希拉里敢于犯法制造假情报，搞出一个通俄门，让奥巴马政府对川普选举团进行监听，为什么希拉里爆出邮电门丑闻，而主流媒体仍然预测希拉里获胜的几率有 98.1%， 而川普只有 1.6% 呢？因为希拉里认为只要赢了大选，这一切犯罪都会被掩盖的。然而川普的当选就打乱了民主党和希拉里的计划，邮电门、通俄门反而成了让他们惴惴不安的定时炸弹。如果民主党不能赢得2020年的大选，就会有很多人要坐牢的。所以这4年来，民主党以及他们控制的左派媒体就不惜代价，不惜失去公信力，要动用一切手段来抹黑川普，弹劾川普，夸大疫情，纵容暴乱，阻止经济复苏，破坏川普的执政。哪怕美国经济前所未有的强劲，川普推动了中东和平，朝鲜没有再搞核试验，遏制了中共扩张等等都没有用。反正一句话，无论川普你做什么都是错的。因为左派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要操纵2020年美国大选做舆论铺垫，铺垫好川普必输的理由。这次大选前，大型的社交媒体和科技公司也充当起了左派的言论审查机构，以虚假信息为名封杀真相。民主党为了方便作弊，以疫情为名拼命推邮寄投票、缺席投票和提前投票。即便是如此，今年美国大选川普的支持率仍然超过了民主党的作弊的预设范围，不得不半夜叫停摇摆州点票，匆忙作弊，违反了常识而露出了马脚。也就是说，希拉里是作弊不够，输了。这次拜登又是作弊过头了，又露出了马脚，很可能会输。大家想想，如果这次拜登通过作弊可以当上总统，那不就是一场不流血的政变吗？只是人算不如天算，最终只能是机关算尽，枉做小人。话是这样讲，但是11月23号，美国联邦政府总务管理局已经根据程序发信给拜登，通知他可以正式开展过渡工作。那么25号，习近平也向拜登致电祝贺了。这样看起来，拜登当选下任的美国总统好像是铁板钉钉的事了。那川普还有机会翻盘吗？我们认为，拜登团队开始过渡工作的部分原因可能是左派媒体报道密西根州和宾夕法尼亚州似乎是认证了拜登的赢得该州的选举。那习近平向拜登致电贺信，就是顺理成章的外交礼节了。然而这并不等于川普就认输，因为川普团队的诉讼仍然在进行着。那么我们观察到，川普团队翻盘的策略应该是有4种的。第一种策略是通过民事诉讼，以选举违宪为由，要求州最高的法院裁决摇摆州剔除那些问题选票，尽可能的阻止认证选举结果。一般来说呢，案件都会上诉到最高法院去做裁决的。例如，宪法明确规定，只有州的众议院才有权利修改选举的制度，但是有些州的州长、州务卿、州法院以防疫为名，违宪更改了投票的规定。之前就有一个联邦选举的案例的，在1993年宾夕法尼亚州费城的参议员选举，民主党大规模的作弊，后来联邦法官就裁决缺席选票全部无效，下令由共和党的候选人填补了这个席位。这里也要稍微解释一下，现在左派媒体以及那些曾经当过检察官、律师的左派人物说川普团队指控选举舞弊没有确凿证据，他们是故意误导民众。川普团队作为原告，
只要有足够的证人宣誓作证，指出选举存在舞弊的嫌疑，让法院相信具有可能原因就行了。至于传唤证人调查有没有舞弊存在，是司法机构的责任。川普团队的民事诉讼看起来是有效的。11月25号，宾夕法尼亚州联邦法官下令，在证据听证会之前禁止初步认证剩余的选举结果。第二种策略，通过民事诉讼揭露选举存在系统性大规模的舞弊，要求州议会召开听证会，听取一些关键证人对舞弊的指控，然后宣布选举存在舞弊，拒绝承认普选的结果。目前宣布召开选举听证会的有3个摇摆州：宾夕法尼亚州、亚利桑那州、密西根州。11月25号，宾夕法尼亚州议会的听证会看起来是很成功，足以让人相信存在着严重的选举舞弊，这是川普翻盘的重要转折点。对于川普的支持者来说，真是一份很好的感恩节礼物，但是对于黑暗势力来说，就是明显的败相了。大家想一想，摇摆州议会开完指证舞弊的听证会后，下一步是不是也要开一个听证会，要求他们的州长、州务卿、州选举委员会的成员来听证，解释一下为什么会有拜登曲线，为什么拜登得票率有 100%， 如何超物理扫描出大量的选票等等。如果这些州政府官员无法解释，或者他们没有能力证明不存在舞弊，州议会就很有可能会不承认这个选举结果。这些州的议会听证会的情况也会影响其他州议会的投票和联邦最高法院的裁决。第三种策略，通过大量民事诉讼，包括其他像 Linwood、Sidney Powell 以个人律师的身份进行诉讼，让各州的议员相信选举存在系统性舞弊，并有美国的敌对势力参与，为了保护美国宪政，忽略普选结果，投票给那些会投票给川普的选举人团，然后在12月14日真正的总统投票日代表本州去投票。因为各州都有自己的选举法，州长也可能会否决这种选举人团的名单，那样这个州就不会有选举结果。第四种策略就是通过前面讲的这3种方法，让摇摆州无法得出选举结果。只要拜登达不到270张的选举人票的当选要求，就可以根据美国宪法第12条的修正案进行全变选举。在美国历史上呢，全变选举曾经是有过3次的，都是发生在19世纪。现代美国的选举基本演变为共和党和民主党两大党的竞选，候选人拿不到1半以上的选举人票，或者是2名候选人刚好1人1半的这种选票的情况是很难出现的。全变选举呢，是由参议院去选副总统，众议院去选总统。现在的参议院是由共和党控制的，众议院呢虽然是民主党的这个众议员的人数多，但是全变选举是每州只有1票，而投票的决定需要获得每个州2/3的众议员同意。目前共和党至少控制了27个州的众议院，也就是说，如果进行全变选举，川普就有很大的机会是连任的。这将会在明年1月6号由美国的新国会去投票决定。大家想想，谁能影响各州众议员的投票决定呢？当然是美国人民和舞弊的真相了。美国很左的全国广播公司商业频道 CNBC 最近做了一项民意调查，在川普支持者中，只有 3% 的人接受拜登是合法的当选总统，有 73% 的川普支持者认为川普才是合法的赢家，有 31% 的人希望川普上法庭打官司，直到各州证明选举结果为止，有 66% 的人认为川普不能认输。根据拉斯穆森11月17号到18号的民调，在民主党人中相信拜登偷了大选的人高达 30%， 在共和党人中更有高达 75%。 也就是说，川普的支持者仍然支持川普，而随着越来越多民主党支持者知道选举舞弊的真相，这些是用常识就可以判断的真相，他们就会抛弃民主党和左派的主流媒体去支持川普，保护美国的宪法和选举制度。目前美国各地都在举行停止窃国的集会和汽车游行。宾夕法尼亚州的一名参议员在听证会的前一天收到关于选举舞弊问题的电子邮件和电话就超过25000个。我们认为极左的那些黑暗势力毕竟是少数，
很多民主党人他们还是认为他们是坚持正义，相信美国的宪政共和制度的，只是左派主流媒体长期的宣传，造成他们处于信息孤岛，影响了他们的是非判断。选举舞弊是显而易见的是非黑白，只要还有一点良知的人都不会接受的，不然让拜登上台掌握权力，以后的选举都会被人操纵。这就像香港人所说的，黄蓝是政见，黑白是良知。那么这次美国大选可以说充分体现出美国国父们制宪时候的先见之明和努力要防止出现暴政的制度设计，也让人们看到了民主制度的脆弱性。美国国父之一的美国第二任总统亚当斯说过，民主从来不长久，很快就会开始自暴自弃，甚至自杀。美国的宪法是专为某一些有道德和信仰的人而定制的。美国宪法起草人哈密尔顿也说过，真正的自由不可能存在于极端民主，只能由温和政府来实现。如果我们太倾向民主，很快就会沦落为君主制或者其他的独裁制度。之前我在5月23号的直播中也讲过，社会道德比制度更重要。未来中共倒台后，最重要的是如何重建社会的道德，不然一个没有道德信仰的社会，民主制度随时会被那些没有道德的人劫持的，最终会走向极权。那为什么身为世界自由灯塔的美国，今天会变成严重左倾呢？为什么民主党敢这样如此猖狂地搞选举舞弊呢？因为这是一场看不见的战争。2017年川普政府公布国家安全战略，将中国定为竞争对手之前呢，川普政府是通过各种渠道去收集对华政策的信息的。我也曾给美国的政界和情报界做过一些演讲，当时我就跟他们讲，中共对美国正发动2场看不见的战争，一场是贪战，一场是虚假信息战。贪战是针对美国的政客、华尔街的金融家、大公司和大财阀，以及那些学术界有用的白痴的。虚假信息战是针对整个西方世界的。我们透视中国在2018年10月曾经发表过一篇文章，叫做《世界被中共红色骇客帝国围困》，指出中共通过几十年的影响力行动，打造出了一个红色骇客帝国，就像电影的骇客帝国一样，建造了一个虚假亲中共的信息环境，左右世界对中国的看法，接受社会主义制度和价值观。那么这次美国大选同样让我们看到，世界不仅被红色骇客帝国围困，也被由左派的主流媒体、社交媒体、智库、科技巨头建立的蓝色骇客帝国所围困。不仅让人看不到事实真相，同时也在改变人们的是非判断标准。11月8号到18号，美国保守派媒体研究中心 MRC 做了一项有关主流媒体封锁消息的调查。1750名投了拜登的选民对拜登的3条丑闻和川普的5项政绩，至少不知道其中一项的就有 82% 的人。如果投票前他们知道的话，有 17% 的人会表示会转投川普。也就是说，美国总统大选不仅是一场选战，而是一场看不见的意识形态战、价值观之战和道德之战。为什么我们说是意识形态战呢？从我们的角度观察，共产主义正在统治世界。在共产党国家的表现是暴力，在西方的表现是非暴力。不过他们的本质和目的是一样的，只是采用的手段不同而已。暴力共产主义是以暴力的方式抢夺财产，实行公有制，控制所有的资源分配，对社会进行严厉的控制。非暴力的共产主义是以高税收、高福利的方式进行变相的公有制，由政府去分配资源，政府的权力是越来越大，人民的自由是越来越受限制和被监控。2019年，美国哈里森民意调查公司的一项调查显示，有 61% 的18岁到24岁的美国人对社会主义有正面的看法。民主党的很多支持者就是这些向往社会主义的年轻人。拜登选的副总统贺锦丽就是一个典型的社会主义者。大家知道，社会主义只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最终是要走向共产主义的。为什么美国会变成这样？这是共产主义长期渗透西方的结果。共产主义以各种变种的社会主义理论、学说、意识形态全面渗透蚕食西方社会，通过体制内长征逐渐控制西方社会。在上世纪80年代，
前苏联负责宣传的一名 KGB 叛逃到美国后，他在接受采访时说，苏联 85% 的间谍不是做真正间谍活动，而是搞意识形态。苏联对付美国采取的战略就是用15年到20年去道德化，用2到3年去稳定化，制造混乱，破坏美国的经济、外交、司法。在上世纪80年代，苏联已经超量完成了他们的战略，改变人们的认知。在21世纪，美国引狼入室，让中共加入世贸组织，中共对美国的渗透比苏联更加凶猛。川普曾多次公开谴责共产主义，并承诺绝不会让美国变成社会主义。由此可见，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对美国的渗透有多严重。西方被共产主义渗透的详细情况，我就不在这里详细说了。我强烈推荐大家去看一本书，叫《魔鬼在统治着我们的世界》，这是我们透视中国团队所有成员必须要看的书。这本书是从一个很高的维度去解释共产主义怎样对西方进行渗透和控制的。大家看完这本书，再回过头来看看今天美国社会为什么会严重左倾，就会一清二楚了。左派的黑暗势力不惜代价要发动这场不流血的政变，他们有什么图谋呢？我们的结论是，黑暗势力要彻底改变世界秩序。我在前面就讲过了，那些妖魔鬼怪以为黑暗来临，纷纷从沼泽中爬出来。在这20多天，我们就观察到，拜登挑选的内阁、左派媒体、智库和专家的一致行动跟言论，将黑暗势力的图谋就全部都暴露出来了。如果拜登上台，美国对华政策一定会逐渐重回到接触政策，并且会将台湾、南海和西太平洋拱手让给中共，会撤销对华的关税、科技制裁，对中共的人权迫害只会停留在口头上，然后将责任推给由中共控制的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拜登政府会重回全球化经济，以环保的名义限制美国的能源和制造业发展，能源重新依赖进口，让美国人失去工作，依赖政府福利，会以疫情为名强制封城和打疫苗，发放纾困金给利益集团，政府的权力会越来越大。拜登政府还会恢复伊朗的核协议，中东就会出现战乱。为什么有很多西方国家欢迎拜登执政呢？因为有很多国家都是用 Dominion 这套投票系统的，那些通过这套系统作弊上台的政客当然是希望拜登上台，不然川普连任后彻查这些舞弊，必然也会揭开很多的黑幕，引起全球的政治和经济的动荡。因为左派这股黑暗势力并不简单，他们是用庞大的资本网络控制着西方，扶植各国各行业的精英做自己的代理人和喉舌。这些台面的代理人轮流在政界和金融界坐庄，他们直接或间接地控制着各种国际组织、媒体和学术界，影响着整个舆论的导向，对全民进行愚化教育。我们观察到，他们的智库不是做预测的，而是按着黑暗势力的意志写剧本。这些智库的专家学者批评川普的时候，经常是用不可预测来指责，而赞扬拜登呢，就用可预测的。因为川普跟黑暗势力不是一伙的，川普意外上台破坏了他们的统治世界的进程。川普上台后，那些智库多次预测美国的经济不好，将要大重启，但是川普执政下美国经济却出奇的好，那些智库预测中国的经济好却越来越差，最后他们的分析师不得不说出现了不可预测的情况。长期关注透视中国的朋友应该看到，我们准确预测了中美贸易战不可避免，川普加关税的时间点，中国无法承受贸易战，美国对华政策转向意识形态等等，准确率在 80% 以上。这是因为我们是根据事实去做预测，我们的会员也因此规避了风险，掌握了先机。为什么这股黑暗势力一直想要经济大重启呢？首先我向大家介绍一个我们研究共产主义的方法，这样可能会方便大家理解共产主义在全球的布局，以及共产主义怎样统治世界的。我们在研究共产主义的时候，因为共产党宣言在开篇就自认自己是一个共产主义幽灵，所以我们就把暴力共产主义叫做红魔，把西方的非暴力共产主义叫做蓝魔。因为将共产主义形象化，比较容易理解他们的图谋与战略布局。至于非暴力共产主义怎样去控制西方，
还是请大家去看一下《魔鬼在统治着我们的世界》这本书，我就不在这里解释了。因为在我们看来，红魔和蓝魔他们只是共产主义的一个硬币的两个面，有时他们表现对立，有时表现合作和互相利用。红魔是利用蓝魔加入国际组织，渗透世界，让西方资本去给中共输血，而蓝魔想要的是打开中国的市场，想用资本控制中国，同时也利用红魔做那些在民主国家不能公开做的事。最后无论是红魔还是蓝魔统治的世界，都是被共产主义统治的世界。前面讲的黑暗势力是属于蓝魔，蓝魔统治世界的方法是利用全球化的趋势，建立世界政府，以武力、战争、恐怖主义和动荡让人失去安全感。那时蓝魔就以救世主的面目提出社会主义的解决方案，逐渐把世界纳入超级集权政府的计划，然后对全人类进行最严厉的人口管制、行政管制和思想管制，制造经济危机，让经济大重启，是蓝魔统治世界的进程之一。一是可以收割全球的韭菜，掠夺更多的优质资源；二是让各国政府和人民认为解决世界危机需要世界政府。那些智库的经济理论和预测其实是蓝魔制定的剧本。我们还观察到，每年都举办达沃斯论坛的国际组织世界经济论坛，他们一直就在推经济大重启这个概念。2016年11月，世界经济论坛发布了对2030年的8项预测，其中一项是你将什么都没有，不过你很开心。大家想想，为什么那时你会什么都没有呢？你的私有财产去哪里呢？这不就是经过包装的共产主义吗？这正是我们前面讲的，他们不是在做预测，而是在写剧本。为什么是2016年11月提出来呢？因为他们原计划是希拉里上台后，他们会实施他们的计划，但是却被川普上台打乱了。那么今年6月30号，川普曾经在推特上发过一张图片，上面写着，其实他们不是要对付我，他们是要对付你们，我只是站在中间。川普执政后，美国的经济强劲，黑暗势力就需要制造一种危机，在美国大选前达到破坏经济的目的。我们留意到11月20号，律师 Linwood 在推特上质问拜登，为什么在去年10月发布瘟疫大流行警告。Linwood 说，没有巧合。我们发现Linwood的质疑跟我们今年发布的特别报告武汉瘟疫将中共派系斗争推至临界点的一些观察是相吻合的。去年10月18号，中国疾控中心主任高福参加了由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健康安全中心、世界经济论坛和比尔盖茨梅兰达基金会组织的活动2021全球疫情演习。在模拟演习中，高福和其他14个全球企业、政府和公共卫生领导人讨论了他们将如何应对假设性冠状病毒大流行的爆发。模拟演习讨论的内容包括，只有全球企业和政府共同努力，才能解决全球大流行中出现的问题。国际机构和私营部门应如何合作，以确保医疗用品和抗病毒药的全球分销。国际组织、政府和私营部门如何共同努力解决大流行对旅游和贸易造成的冲击。当大流行引起意义严重的金融危机时，如何优先安排金融资源。如何遏制大流行期间错误资讯和虚假资讯的传播，包括社交媒体平台，如何与科学和卫生界合作以应对虚假信息，以及政府如何阻止假新闻。大家是不是觉得很熟悉呢？没错，今年疫情发生的时候就是这样封锁信息的。接着10月24号，华盛顿邮报发表文章说，有报告指出195个国家包括美国没有一个为疫情大流行做好准备。那第二天，拜登在推特上就转发了这个消息，并指责川普政府遏制了他和奥巴马的全球卫生安全进程。更为巧合的是，今年武汉肺炎爆发后，3月18号才公布跟中共军方联合研发新冠病毒疫苗的香港上市公司康希诺生物，它的股价也是在去年10月中旬就开始异动了，到了11月股价开始猛涨。这个会是在10月开，它这个股价在10月就开始涨。大家
想想就知道是什么回事了。那么这家生物制药公司之前只是一家几乎没有盈利的不知名公司，那是谁预见了中国即将要爆发瘟疫呢？又预见这家公司会跟中共军方开发新冠病毒疫苗呢？就算我们透视中国预测到会有瘟疫，但也不知道是哪家公司会做疫苗，对不对？11月24号，澳洲航空公司的 CEO 就表示，未来疫苗广泛上市后，将来要搭乘国际的航班的旅客必须要先打疫苗才能登机。韩国大韩航空也提议使用全球乘客健康的验证手机应用程式，这是不是跟中共的健康码一样呢？如果这样一搞的话，全球人人都有了一个监控的系统了。其实早在2015年的3月，科技大佬比尔盖茨就提出了防范全球流行性疫情，他的解决的方案就是要建立全球追踪人们行动轨迹的系统。这是干什么呢？不就是一个大政府吗？大家现在觉得他们是在做预测吗？还是在按男模的剧本在演戏呢？如果再去追踪武汉病毒研究所的实证力的研究成果的时间线，去分析一下中共派系斗争，人类真是危险至极啊！因为时间有限，我也不能讲得太具体，有兴趣的朋友请自己去挖掘一下。也就是说，左派的图谋最终目的是让美国走向集权的共产主义，一旦拜登上台，世界秩序将会彻底的改变。那些从共产国家移民到美国的人都应该清楚，如果美国也变成社会主义，那些想逃离共产党迫害的人都无处可逃了。1997年出版的《共产主义黑皮书》，当时估算共产主义政权杀害了将近1亿人，远远超过死于纳粹手下的2500万人。20多年过去了，死在共产主义政权的人数又不知道增加了多少。南美洲的委内瑞拉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短短20多年，委内瑞拉从一个资本主义走向了社会主义，从一个富裕繁荣的国家堕落到贫穷的人间地狱。委内瑞拉的政客向人民承诺实行社会主义就可以得到公平、免费医疗、免费读大学，结果议会被废除，选举被取消，人民普遍缺乏食物和医疗，年轻人要去垃圾堆寻找食物，专制政权还关押和杀害大批的异议人士。也就是说，美国一旦被黑暗势力控制，宪政共和制度就会完结，将来不是逐渐变成委内瑞拉化，就是要打内战。如果美国沦陷，全世界都会沦陷。就像香港人现在经常说的，以前没有争取，现在就要下一代上街流血争取了。所以我们认为美国的选战其实是对抗共产主义意识形态战，是一场正邪之战。不过大家也不要悲观，历史规律早就告诉我们，暴政必亡，中共政权也难逃一劫，共产主义也会随之灭亡。我们认为川普一定会连任的，这对黑暗势力对中共来说将是一件黑天鹅事件。经历过宪政危机的美国人也会觉醒，他们一定会支持川普政府去围剿中共，未来世界秩序将会发生根本的变化。大家如果想要知道川普连任的黑天鹅对中共政权的冲击，就请来参加12月19号我们透视中国举办的2021年中国展望直播演讲会，详细介绍的链接在影片下面的说明那里。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如果大家喜欢的话，请点赞和传播这个频道。如果想要更多更及时的深入分析，请成为我们透视中国的会员。谢谢大家，下次再见。